求求你救救我父亲，他是被冤枉的，他绝不会伤人。因我之前和薛姐般，我自当全力而为。我与宋玉衡相识3载，情深意重。他曾说，若今年赶考再不中，我便去你家里做个契弟，与你白首偕老。那若是中了呢？也做。但没等进京，他的父亲便惹上人命官司。之后3月，我送银钱托关系，几乎散尽家底，才终于将他父亲救了出来。我已送上全部身家，你确定会放人？哎呀，好说好说啊，银子到位，人我自然会放。不过嘛，沈老板多看这个宅子几眼，待来日这就不属于您了。我苦心经营家业多年，一朝流落街头，为了心上之人，我无悔。我计划搬去玉衡那里，山上还有点本钱，只要我人活着，就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。可是那天夜里，这是在外头，你别乱来。这么大的事爷都帮你办了，想出尔反尔，还是怕你那小郎君瞧见？宋玉衡，你在做什么？为救心上人之父，我散尽家财的那日，却撞见他与人私欢。一心，你听我解释。眼见为实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还不走？沈老板是打算关我，还是想加入？老子想搞死你！你敢动手？知道我爹是谁吗？怎么，你娘没告诉你吗？那我今日就带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你还来做什么？我要进京了，来与你告别，还有还你的钱。就这些？我知道这不多，但是我只有这些了。为什么？当你散尽家业也比不上他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赚再多的钱也比不得大官权贵。这样被人欺负的日子我过够了，我们散了吧。自那日后，我连喝3日，醉生梦死，逃避残破不堪的现实。受人之托，求先生去帮一故人收尸。老子刚失恋，别来找晦气。你是说我父亲李爷爷的2舅他孙女的3外甥女于3月前病故，要我前去处理后事？是的，您预备何时出发？我出发？个屁呀！我自己还有一堆烂摊子没收拾，那么远的亲戚，我知道他是谁吗？可遗书上说了，收尸者能得到他的全部家产。他能有多少？1座金山。收尸这种事儿，舍我其谁？后来我随那人进京，守灵披麻戴孝不在话下，许是上天见我人财两空，也有点看不过去，才给了我这巨额的遗产。这是地契，这是房契，这是金山开采文书，这是抚养协议。啥玩意儿？遗物中还有义子，需你一同照料。不行不行，照顾小孩我可来不了。那按照遗书，这些你也得还回来。等会儿，带孩子有什么难的？找个 room 就是了。一个奶娃娃换1座金山，不亏，我要了。就是他了，认识一下。这么大的儿子也要我继承？继承巨额遗产的同时，我还继承了一个人的抚养权。但是，他都这么大了，还需要我抚养？你若不要的话，不，我要。这么大了，还省room钱呢。你受家母之托照料于我，那我理应还你。敢问您今年贵庚啊？20有8。比我还大4岁，还要我来养？不然还是混养父吧。养什么父？您叫我小沈就行。从今儿个起，我是你养父，你是我大哥。咱们虽同属一个屋檐下，但各干各的，互不干扰。您看如何？可以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出去吧，我要睡了。我要睡这里。行，那这房间给你，我去别墅。你，我得跟你睡。为什么？我怕黑。28，大哥你28了还怕黑？不然家母何故以家产托孤？养父实在不愿，那还不如送还家产。乖，养父跟你开玩笑呢，一起睡啊。他又不知道我是玩的，他看着应该也不是玩的。心如止水，心如止水，心如止水。你干嘛呀？你这小子若是个弯的，那还得了？
原来只是睡相不好吗？是我多心了。算了算了，就这么睡吧。这个不错，可以买下来开个茶铺。旁边这个做当铺刚刚好。家母的遗产足够你几辈子也花不完，何必如此麻烦？谁会嫌银子多呢？你别捣乱。怎么是他？他在哪儿？他昨夜到底去了哪儿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世子想去哪儿，用得着向你报备吗？切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他答应过要带我回家的，你让我见他，我要他亲自和我说个明白。有本事就自己往王府里头学，滚开啊！我与他好得很，只是这奴仆刁蛮，待来日世子回来，必不会饶了他。你开心就好。你追来京城做什么？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林夕，他是谁啊？他是谁？看好了。我和你分别这才几日，你就已经有了新人，沈林夕，你对得起我？他好歹是在分别后才找到我，你呢？他散尽家财为你父亲洗脱冤屈的时候，你正在那世子的床上颠鸾打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这种事情你也跟他说？相爱之人自然知无不言，他又岂会瞒着我？走着瞧，我定要让世子将你们赶出京城。结束了，接着看铺子吧。咱就是说，你应该不喜欢那人对吧？当然，方才所为都是为了替你出气，你该不会多想吧？那怎么可能？不过那赵伯阳坏得很，若是他真的想将我赶出京城，我现在买铺子还有什么意义？就这么带着行李离京，你甘心？当然不甘心。那就买，天子脚下，他也不能只手遮天。行，听你的。整整3月，我修宅子、买铺子、招伙计，忙得昼夜颠倒。而就在一切小有所成的时候，宋玉衡却带了人来找我麻烦。士农工商，商人最贱，别以为你盘些铺子、招些伙计就能站稳脚跟。来人呐，把沈老板丢出京城！你我之间何至于此？是你非要追来京城碍我的眼，就别怪我不择手段。什么狗屁逻辑？这京城是你家开的，说赶就赶，难道没有王法吗？当今圣上都要给我爹几分薄面，跟我谈王法，我就是王法。动手！你不是京城首富沈老板吗？怎么被人摆啊？民不与官斗，谁叫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呢？你就恨我至此？我本不想如此，你答应我，从今往后再不进京，我绝不会找你的麻烦。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过去无需解释。听说是与世子爷强人所致，也不瞧瞧自己什么德行，真是活该。滚吧，别叫本世子再看到你。偏不。哟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看我今天拉开他，快拉开他！都是死的吗？本想放你条生路，奈何你自己找死！圣旨到！等本世子先砍了他，再接圣旨也不迟。一个个的都来打我，我养着你们是吃干饭的吗？太，圣旨等于圣上亲临，世子好大的胆子！行，你宣旨，之后我再弄死他。那恐怕不行。沈老板假道忠信，立继天下，特授为皇商，赐黄马褂一袭御制，官印一方。我？那他还能赶我出城吗？自然不能。他方才还想砍我呢。那就是沈老板自己的事了，不闹出人命皆可。哎，懂的懂的。那咱们今儿个就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。求放我！哎呦！开心了？开心。原来有官家撑腰是这种感觉啊！总算叫我扳回一城。就是不知道皇帝素未谋面，却封我做皇商是何用意？缺钱吧？只要他罩着我，全部都给他也无妨。老板，外头有人求见。
林夕，若我此刻回头，还来得及吗？若我此刻回头，还来得及吗？你觉得呢？当日我救父心切，你那么多钱花出去，连个响都没听见。赵世子说他能帮我救出我父亲，我行差踏错也是情非得已。事情都已经做了，现在才想回头，怕是有些晚。怎么会晚？我们相爱多年，什么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，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？你恶魔委身他人，自己不是也有了新欢？谁都不要追究谁的过去，放下一切，重新开始，不好吗？都说他有新欢了，怎么还来？脸皮可真厚。我们的事情何须你来智慧？现在是我们，不是我们。嚣张什么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你呢。这就对了，所以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不喜欢有你。林夕，你说句话呀！有什么好说的？成年人总该为自己做的错事负责。我们还有事要忙，你懂的，别来添乱。早知他有今日的成就，我当初何必委身那种人渣？不论如何，我定要将他夺回来。牵这么紧，你该不会是个弯的吧？是你牵着我，不舍得松开。万里晚风有归期，一生情我奔赴向你。我是忘了，你名义上可是我的养子，虽然你比我还大了4岁，但我肯定没有那个心思。明白，我也只是帮你打发宋玉衡罢了，别多想。我当然知道。那晚上还能一起睡吗？咱俩堂堂正正的，又不用避嫌，有什么不能的？睡。沈老板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不醉不归。继承巨额遗产的同时，我还继承了一个1.88米的大儿子，整日不修边幅在我眼前乱晃，那腹肌、那屁股、那脸蛋儿，很难让人不动心。我是不想回家吗？老子是在躲着他。啊，遵您的吩咐，已将那壶酒送去了。好，多谢了。这酒怎么越喝越热了？那算了，还是回家吧。当心！怎么是你？你喝醉了，去我那里醒醒酒吧。是你在我酒水中下了药？哈，这种手段就想对付我？你休想！若无人解毒，你会死的。也不要便宜了你。操！我苦心筹谋，叫他捡了便宜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你回家吧，我想自己出去走走。看来你也不过如此嘛。做什么？你放开！我不愿杀你，但你若再次寻死路，我也不介意送你一程。不过是沈林夕的养子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？喊打喊杀你也配？主子，沈老板去南风馆了。不信你试试看，中了毒敢去那种地方，他长本事了。沈老板想要个什么样的？干净的就行。嗨，我是问您对长相和身材有什么要求？都说了干净的就行，快点。哦，是，这就来，这就来。都说第一次要和自己喜欢的人，没想到我的这么随便。都怪宋宇航，从哪儿学来了这下作的手段？怎么才来啊？怎么是你？中了毒连这种地方都敢来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难道不是因为你不行吗？我不行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不行了？你不说自己不喜欢男人吗？我那是对别人。那对我呢？喜欢。喜欢您倒是动弹呢，关了门不叫别人进来，自己进来又不做正事儿，你进来干嘛呢？急什么？来了。我的不行，也就是随口一说，你不用真照着做吧？别说了，还叫我别说了？时间这么短，你都多此一举。我只是没经验而已。你这么大的人了还没经验？你难道很有经验吗？那倒是也没有。哎，算了，时间还早，再睡会儿。确实，时间还早。又咋了？再来一次。
唉，后悔了，我不该挑衅他的。哎呀，我这张贱嘴！哎呦，沈老板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很久吗？嗨，不久，也就4、5日。这么久？那眼里人呢？这儿没人呢。哎，您睡迷糊了吧？眼里人呢？有些日子没见了，没跟您在一起吗？走了？眼里就这么走了？一声招呼都不打，真跟我玩拔鸡无情的呀？您说拔什么？你别管，就算是绝地3尺，也要给我把他挖出来。此后3月，眼里音信全无，倒是京中发生了2件大事：一为宋玉航不知使了什么手段，叫一向花心的赵伯阳非他不可，还风风光光聘为契弟迎进府中，惹得老王爷差点气死；二为先皇病故，各皇子斗成了乌眼鸡，最终太子顺利登基。然后我的麻烦又来了。沈老板，好久不见啊！没人想见你，出去！区一个卑贱的商人，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怎么，这次又想将我逐出京城？那太便宜你了。来人呐，将他拿下！我可是皇商，你有什么权利动我？你的皇商是先皇所封，如今新皇登基，还能护得着你？操！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早知道躲一躲了。沈林熙行商狡诈，欺压百姓，当痛打50大板，而后上重加流放。你就这么恨我？我只是为了叫你看清楚尊贵的官家和低贵商贾的云泥之别。我要你生你便生，要你死你便死，要你跪着你就站不起来。好想跳下来揍他，但这次换了2个壮汉，挣脱不了。哼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一次必不会叫你逃脱的。算了，只恨自己当初瞎脸，看上你这种人。哼，还瞎了2次，你落魄至此，也不见眼里那小子来帮你。还真叫你说着了。拖出去，拉到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打，叫大伙都瞧瞧。就算是京城首富又如何？在王府面前，不过是一条趴着挨打的狗。眼里，你还知道回来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别管我，你快跑！宋玉恒疯了！一个都别想跑，我不要的人你也配捡。来人呐，将他一起拿下。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废物！你们一群废物，连他都打不过。怎么，你很厉害吗？敢打我，世子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让他来找我，带上王爷也行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时间紧迫，就带这么多吧，快走快走！干嘛？金山不要了，金山不要了，也要，但命也得要，不然有金山银山也没得花。这可怎么办？要不还是先逃？来不及了，神已经到门口了。还不如不纠结。你是故意帮他们拖延时间吗？得罪了本世子还没有出逃，真是勇气可嘉。老子是没逃掉。说遗言吧。你说吧，我觉得还是你死的比较快。你疯了！我爹可是王爷，皇亲国戚，你敢动我？巧了，我爹身份也不低，拼爹我应当输不了。你爹还活着，你让我收养？口说无凭，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。我爹来不了了，不过你爹应该马上就能出来溜溜了。出言不逊，你是不是找死？赵伯阳，你又给老夫惹什么麻烦了？父王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小子出言不逊，我正要教训他。啊！父王，这是何意？微臣教子不严，请圣上责罚。啥玩意儿？你啥时候当皇帝的？就这几天的事，回头再跟你解释。先处置他们。啊，对。还要打我板子，将我流放？啊？你自己说吧，怎么办？谁给你的胆子？连圣上的人都敢动！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哎呀，不是
我也是被宋玉恒骗来的，我知道错了，父王，别打了。违骗了他入府，不断生出多少事来？我这就将他送走，再不联络还不行吗？朕来此不是看你处理家事的。是，既是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便打了板子，流放出去吧。父王，我还是你亲儿子吗？亲儿子有个屁用！关键时刻还是得自保。行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为什么还在收拾行李？你冒充圣上将这件事摆平固然好，但被发现了可是死罪啊！哎呀，不管了，家业能带多少带多少，我带你出去躲个3-5天，待事情过去再回来。我就不能真的是皇帝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娘不是我父亲的爷爷的二舅他孙女的3外甥女儿吗？协理最终也没向我解释那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只是将我带进皇宫。事实胜于雄辩。难怪当初先后会封我做皇上，不会都是你撺掇的吧？不算撺掇，父皇病重早就不管国事，我以他的名义写了份圣旨而已。那你为何在与我那班后忽然消失？第2日清早，宫里传来父皇病危的消息，我即刻回宫。随后众皇子为争夺皇位明争暗斗，我怕牵连于你，这才没有回来。这么道也说得过去，那你也不留个口信，或者留个字条，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字条我留了，但怕被人知晓身份害了你，便用了只能维持1日的墨来书写。可我睡了好几日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不肯留在宫里？我可以许你皇后。咦，大男人做皇后太奇怪了，我还是做我的皇上快乐。你若想我了，便随时来寻我。也行。那你为什么还在？因为现在就很想你。喂，你别老来，门还没关呢。不是流放了，你怎么还在？我总有我的办法脱身。一个逃犯不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找我做什么？哼，该不会以为闹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能叫我回心转意吧？不敢叫你回心转意，但眼里绝非良善之辈。我此番只为提醒你。这是哪一届？挑拨离间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为何会在死后将巨额遗产给你？而眼里分明是圣上的子嗣，又为什么装作你的养子？他所图为何呀？我倒是也好奇，但眼里始终不肯告诉我。因为他本就是为了京城首富的财产而来。不懂。京城苏氏女极善经营，于万年前病逝，其后人争抢遗产之时闹得沸沸扬扬。可是最后这些人都消失了，反而是你这个远亲，甚至都不知道是不是亲戚的人将遗产给吞了去。可遗书上说了，遗书也是假，就是为了引你入局。等等，我有点乱。你相信我，他绝对不是好人，唯有我。别，他是不是好人还有待商榷，但你肯定不是。后面的话不用说，我也不想听。宋玉恒，我曾经爱你是不假，但背叛之人没有获得原谅的资格，到此为止。今夜我就当没看到你，有多远逃多远，也让我再见到你。好得很，我本来也不是来求你原谅的。就是你来坏我的好事，随随便便将后背留给这种人，你活够了吗？我放你一把，你还要杀我？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？良心？要那东西有用吗？这种人不值得你多费口舌。你从未经历过我的经历，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所为？若你是我，未必会比我做得更好。我出身清流之家，有书读圣贤书，盼着一朝高中能与心上人白头偕老。可父亲的落难，叫我慌了神。登徒子，滚开！哎呀，商量一下嘛，我可以救你父亲，只需要你付出一点点。哎，你休想！林夕自会想办法救我父亲。我呸！哎，一个低贱的商贾罢了，他能有这能耐？起初我也信你能救下父亲，可是你四处送银子、托关系、说好话，无数次吃闭门羹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若无权势，只能任人欺凌。哟。怎么自个儿来了？你说过会放了我父亲，对吧？当然，但也要看你的表现。
我委身无赖，说到底还是你没有本事。若是你能够救出我的父亲，我又何必做这种事情？那你可知是何人陷害你父亲？是赵博阳瞧上了你，会逼你就范，使人陷害你父亲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早该想到的。他要怎么处置？刘范潜逃是死罪，谁也救不了他。也好。沈林熙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伤心了？若说毫无波澜才是骗人的话，只是我不明白，就算当日委身赵博阳是被逼无奈，可他为何恨我到这种地步？难道我散尽家财为他救父也是错的吗？对他而言，你的存在就是错的。凭什么？他随赵博阳来京城，无人知晓他的过去，可你的出现却叫他惶恐。听人说，他是学了青楼女子的手段，哄得赵世子欢心，才接近了王府。从流放途中出逃，也是用身体与看守交易。他倒是放得开，他做了无数下作手段，才得到所谓的权利，而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，他当然恨你。沈林熙，你站得越直，越显得他当初跪的下贱。所以如果当初我能救下宋伯父，他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了？谁知道呢？不过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，便是一贫如洗的真心和一事无成的温柔。我当日怎么也算不上一贫如洗吧，而且咋就一事无成了？对当时的他而言，就是如此。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到底是谁？眼里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我问的是你堂堂太子爷，为什么会变成我父亲的爷爷的二舅他孙女的三外甥女儿的儿子？这件事以后再告诉你。我现在就要知道，难道真叫宋玉恒说长了？一直都在利用我。介意不是理由，有区别吗？我是想得到苏氏女的遗产，但这封遗书改给谁都好，为何偏偏是你呢？对啊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6年前我为父查案，途经阳城感染失忆，险些丧命。阿祖不愿救治，又怕灾情扩大，只叫我们再次等死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人都是自私的，没有人会花自己的银子给我们治病的。然后你来了。要来了，要来了，人人有份儿。朝廷都放弃我们了，沈老板却来送药送食物，沈老板真是大好人啊！大人放弃灾民，自有放弃的道理。你这商人来捣什么乱？莫非是想收买人心，图谋不轨？您说哪儿的话？我做这些也全都是大人的授意。大人心系百姓，怎么会让百姓在城外等死呢？您说对吧？明白了，你继续。好事明明是沈老板做的，凭什么政绩算他们的？我不在乎那些虚名，你们能好好活着就行。一定要趁热喝。多谢。你当日居然也在那些灾民之中，我怎么全无印象？灾民甚多，你怎么记得过来？后来我回京，虽为太子，但众兄弟虎视眈眈，为谋得皇位，我才瞧上了苏氏女的遗产。直接拿太过明显，但无论与谁合作，都难保对方不会见财起意。恰听人说，你散尽家财，又被心上人背叛，我才想到将这巨额遗产给了你。这么回事啊？那你为何要装作苏氏女的儿子，还要我来抚养？那确实是有点私心。我想见你。你从那个时候就已经……我本想早早与你相识，便派人去打探你的情况，得知你早有心上人，才没有现身。后听闻你遭遇背叛，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好家伙，这是冲我来的。但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白骗我那么久，要不是我太清楚宋玉恒的为人，我真就信了他的鬼话。谋人家产本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你谋得家产，把他的后人都怎么样了？他没有后人，那些争夺家产的，也都是些从前欺凌他的人，我一并打发去了北地。这不是挺仁慈的吗？你
你不觉得我是坏人？在不损害好人的情况下，使些心机手段也无伤大雅。我以为你会劝我赚钱要艰苦奋斗。哎，不，能走捷径就走捷径，别吃苦。更别认为吃苦有价值。如果吃苦努力就能赚钱，那京城首富应该是一头驴。我自以为那夜与林夕皆已说清，我二人之间再无误会，更能坦诚相待。可当我第二夜来此，却见房中空无一人。林夕，林夕，为什么还是要离开我？晚上睡觉呢，你嚷嚷什么呀？樱花与风拥抱，天涯共缠绕，不负这一生遇到。你躺在这里做什么？蚊子太多，根本没法睡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把窗户打开，放蚊子进去，然后我自己在外头睡。冰者滚道线。这怎么了？我后悔了。啥？我要你随我进宫。我虽向往自由，却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宫中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这床也太大了吧！哎呀，比我的软，比我的舒服，连床单都是凉丝丝的。大夏天的，居然还能用冰块避暑，这才是透光不透人影，也太绝了吧！哎，你听，听什么？没有嗡嗡嗡的蚊子啊！你这里居然这么好，还想走吗？不走，谁都别想赶我走。好消息，他终于答应留在宫中。坏消息，他好像不是为了我。这么一闹，应当也无心睡眠了吧？还真是有点精神了。这次想昏睡多久？我就说一次你不行，你不用这么记仇吧。